婆之前就是用这样的训练方式，帮助过不少因为学业上的问题来找我求助的孩子，结果好像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你们口中的黑森幽灵。话说回来，你们把我用来训练的幻境当做什么了？竟然还在里面煮什么火锅？哼，我倒要看看，你是哪个老师教出来的好学生？我的班主任是莫克斯老师。莫克斯，原来是这样。莫克斯有你这么优秀的学生，可真是他的福气了。听洛尼尔老师这话，他果然和莫克斯老师很熟。虽说你们想考第一，不过以你们的实力，其实根本不需要来找我进行训练呀。其实我们这次来见您，并不是为了考试，而是想问您一些关于亡灵诅咒的事情。亡灵诅咒？知道亡灵诅咒的人，必须除掉。嘿，等等！啊，你是莫克斯老师？是你对了，别藏了，我来帮你把面具摘了吧。啊，哼，果然是你。莫克斯，你怎么会？知道亡灵诅咒的人，必须除掉。莫克斯老师看起来不太对劲。嘿，莫克斯老师，谁让你们来这里的？简直是胡闹！尤其是你，艾尔莎，你是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了。够了，莫克斯！孩子们如果做错事了，应该跟他们好好讲道理，而不是一上来就责骂他们。亏你还是个老师，怎么能随意和孩子们发脾气呢？你别生气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的态度会好一点的。是我认识的莫克斯老师吗？不会掉光了吧？孩子们的账算完了，那我们来算算另一笔账吧。为什么会有2个你？莫克斯，你是不是瞒着我做了什么？你说呀，莫克斯，是不是切割法术？啊，我说对了是吗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用切割法术？洛尼尔，你别难过，我没事的。你是不是傻呀？你干嘛要这样作践自己？布莱尔，你知道那个切割法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切割法术就是将自己切割出来，制造出一个分身。分身？没错，分身拥有和本体一样强大的实力，但是却没有思想和感情，只会听从本体的命令行事。怪不得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莫克斯老师不对劲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这切割法术是不是还有什么副作用？不然洛尼尔老师也不会那么大反应。你说的没错，施法者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大的，必须在自己清醒的状态下，通过魔法阵亲手割裂自己。所以一旦使用了这个法术，那么施法者每时每刻都将被割裂的痛苦所折磨。竟然是这样，莫克斯老师因为受这样巨大的苦，也要制造一个强大的分身，想来是为了保护洛尼尔老师吧？都是因为我拖累了你，对不起，莫克斯。早知道我会把你害成这样，我宁愿在20年前就已经魂飞魄散，灰飞烟灭了。不是的，你别这么说。洛尼尔老师，您快擦擦眼泪吧，你要是再哭，恐怕莫克斯老师也要跟着哭了。抱歉，孩子，让你见笑了。洛尼尔老师，您愿意和我们讲讲以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吗？这一切都要从20年前说起。我和莫克斯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，当老师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，而莫克斯却是为了陪着我才会来魔法学院的。其实那时的莫克斯很优秀，以他的实力是有机会能成为帝国大魔法师的。那时他为了能和我一直在一起，主动放弃了那个机会。当时我们可是皇家魔法学院中
人人艳羡的一对呢。可这样的幸福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就被上天夺走了。当时我带着我的学生们来到黑森林做户外实践学习，那时的黑森林还十分的安全舒适，可谁也没想到，竟然有一伙被通缉的黑魔法师窝藏在这里，他们想要杀人灭口，我只能抱着必死的决心拖住他们。洛尼尔，那时的我为了拖住那群黑魔法师，早已奄奄一息了。而刚刚赶来的莫克斯，为了保护我，竟然爆发出了异常强大的力量，以一己之力制服了那些黑魔法师。有一个黑魔法师试图偷袭莫克斯，恰好被我发现了，便下意识地用自己最后的力气扑过去。但那之后，我便彻底失去了意识。而当我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变成了亡灵的状态，而唤醒我的莫克斯却在我面前被可怕的黑魔法所侵蚀着。莫克斯为了救我，让我不要消失，竟然不惜在自己的身上下了亡灵诅咒。虽然因为亡灵诅咒，我只能以亡灵的方式存在，并且永远无法离开这里，但只要能留在他身边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不过，永远无法离开这里是什么意思？我被困在了亡灵诅咒的阵法中，而且我再也无法触碰到莫克斯，因为一旦碰到他，我就会消失。我们可以触碰到任何人，却唯独触碰不到对方。所以那时候洛尼尔老师是因为这样，才把莫克斯老师认出来的。这亡灵诅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个问题，还是让莫克斯来回答你们吧。亡灵诅咒最初是源于人对力量的渴望，有些人企图召唤出一些强大的亡灵，可那些人没有想到，自己不仅没有成功得到亡灵的力量，反而遭到亡灵的诅咒。这就是亡灵诅咒的由来。所以说，莫克斯老师是用了召唤亡灵的魔法救了洛尼尔老师，才身中亡灵诅咒的。你说的没错，莫克斯这个笨蛋当年为了救我，遭到了这么可怕的反噬，这些皱纹就是亡灵诅咒留下的。但我竟然到今天才知道，你不仅中了亡灵诅咒，还用了灵魂切割术。早知道我会把你害到这般地步，倒不如20年前就死得干干净净的好。别说这些傻话，这跟你没关系。只恨我当年只了解了亡灵诅咒的皮毛，便自以为是的来救你，不然也不会让你被困在这儿了。你已经为了我放弃过一次成为大魔法师的机会，不能再为了我放弃皇家魔法学院的工作了。但我又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这儿？所以我才用灵魂切割术制造出一个和我一样强大的分身来保护你。这些年一直瞒着你，就是怕你知道了会自责。可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决定，我从未后悔过。即便重来一次，我也会做出这样的选择。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黑衣人分身就是为了保护洛尼尔老师。可是我有一件事不明白。莫克斯老师，你的分身就算要保护洛尼尔老师，也不用对学生们下手啊。你指的是我删除他们记忆的事情吧？你删他们记忆干嘛？因为我不想让他们再来找你了。你教过的那些学生把这件事情传了出去，还把你传成了考神，导致很多学生想来拜考神。可他们跑来黑森林，可能会遇险不说，还有可能暴露你的存在。更重要的是，每次你教了他们，灵魂就会变得更加虚弱。再这样下去，你迟早会消失的。所以我只能删了他们的记忆，让他们忘了你。偏偏还是有那么一些不怕死的学生，为了考试非得来找你，净走些歪门邪道。哦，所以我是歪门邪道？我没这么说过。原来这就是黑森幽灵的真相啊！果然我之前观察的没错，莫克斯老师并不会真的伤害学生。莫克斯老师，如果我说我可能有办法让洛尼尔老师离开这里自由活动，您可不可以将你所知道的关于亡灵诅咒的一切都告诉我呢？你说什么？
你说，你有办法让洛尼尔离开这里自由行动？虽然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，但我可以试试。不必了，你连亡灵诅咒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又怎么帮我们？简直不知天高地厚。哦，孩子，莫克斯说话一向这样，你别把他的话放在心上。他只是失望过太多次了，知道已经没有希望罢了。让我离开这个法阵，远远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我出不去？没事的，洛尼尔，我会把你带出来。你别进来了，你会受伤的。没关系的，这不算什么，我带你出去。莫克斯，别哭，我没事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所以，我一碰到你，就会消失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错？没关系的，莫克斯。虽然我现在还无法离开这里，但至少你把我找回来了，不是吗？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办法解决的。我会一直等你。好，我们约好了，我一定能找到办法带你离开这里。嗯。莫克斯，你的脸……亡灵诅咒反噬，就会出现这样的皱纹，你觉得丑吗？这不是丑不丑的问题，反噬都已经这么严重了，你怎么还这么满不在乎的样子？我知道了。你戴着面罩干嘛？这样好看一点。胡说！快把面罩摘了，还是你原来的样子比较帅。我不摘。女朋友的话你都不听，等我能离开这里，第一时间就把你的面具掀了。好啊，那我加把劲，赶紧让你出来，亲手帮我摘掉面具。没事，下一次我一定能找到办法。莫克斯，莫克斯，你都病了，别再试了。我没事的，有点小感冒而已。而且这次我觉得有很大几率能成功。可你再这样下去，身体会垮的。莫克斯，你回去休息吧，好不好？等我试完这一次，我们一起回去。莫克斯，你怎么样了？莫克斯，莫克斯，莫克斯，你醒醒啊！让我出去！谁来？救救他呀！学校里的花开了，你之前说想看，所以我带来了。莫克斯，我好多年都没看到你面具下的脸了，你把面具摘了吧，我想看看你。帅气不减当年嘛。我们什么方法都没有了，除了接受这样的结果，还能怎么样呢？原来他们之间竟然还有着这样的令人悲伤的过往，就连莫克斯也束手无策，还是孩子的你们，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不过不论如何，也谢谢你的好意，更谢谢你愿意听我唠叨那些悲伤的过往。洛尼尔老师，你们真的不愿意再多尝试一次吗？那你说说是什么方法？你能不能先让我看看困住洛尼尔老师的那个亡灵诅咒的魔法阵？这就是亡灵诅咒的魔法阵。为什么我们之前完全没有觉察到这个魔法阵？而且我们似乎并没有受到它的影响。这个阵法只能影响到我和莫克斯，对其他人是没有作用的。这和之前遇到的迷雾阵有些相似，难道说……莫克斯老师，之前山上会产生雾气让人迷路的那个阵法，是不是也是您设下的？没错。看来亡灵诅咒和那个迷雾阵一样，
是修仙界的阵法和魔法阵结合的产物。既然这阵法中有修仙界的手笔，那我之前5分的把握，现在变成9分了。我从未见过这种阵法。这可是修仙界万能的破缚阵，可解除阵法产生的束缚。既然这亡灵诅咒的阵法中有修仙界的阵法规则，那我的把握就大多了。洛尼尔老师，你试试看能不能出来。我这是在做梦吗？这是有温度的莫克斯的脸啊！原来不是梦，我能碰到你了，真的能碰到你了！我能离开魔法阵了，莫克斯，而且也不会消失了。你没有消失，不会再被我碰到消失了。洛尼尔，20年了，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无法拥抱你了。对不起，让你一个人痛苦了这么多年。洛尼尔，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身边了。我也再不会离开你了。你们捂我眼睛干嘛？我都在学生面前干了什么？皇女殿下，布莱尔、安德里，你们为什么会在这儿？皇女殿下，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卡赞叔叔，完了，我有不好的预感。你们不是来调查黑森幽灵的吗？不是说好了要瞒着皇女殿下的吗？要是被陛下知道就完蛋了呀！卡赞老师，你冷静点。看来我真是要好好感谢卡赞这个胆小鬼，要不是他太害怕，非要把我拉过来一起调查什么幽灵，我还不知道殿下您竟敢半夜离校呢。才9岁就能通宵，真是精力旺盛啊！不如殿下每天睡觉前跑10圈操场如何？这回我一定亲自监督你。疼。虽然这几个孩子是不该半夜到处乱跑，可是你让他跑圈，体罚也是错的呀。你是？难道你是？你认识我？透明会发光，还没有影子。鬼啊！喂，你这胆小鬼，赶紧给我起来啊！恭喜你们获得年级第1。天哪，60分！我第一次考这么高的分，果然拜黑森幽灵是有用的。以后可没有什么黑森幽灵了，拜拜。毕竟洛尼尔老师已经离开了黑森林，陪着莫克斯老师一起回到了皇家魔法学院啊。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，待会儿去探望一下他吧。艾尔莎，啊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这本笔记本你拿着。这是？之前我答应你会告诉你关于亡灵诅咒的一切，全都在这本笔记本当中了。关于亡灵诅咒的魔法阵，我就是从这里面学到的。找到了，这个就是亡灵诅咒的阵法，可是怎么这么模糊？而且后面也没有了。没错，这本笔记中关于亡灵诅咒的记载，其实也只有那一页模糊不清的阵法和描述。我当年救人心切，所以自己摸索着把这个阵法补全了，就去救洛尼尔。可结果你也知道了，当年我只知道一些皮毛，便急着救洛尼尔，不仅害了自己，更是害了他。笔记本中关于亡灵诅咒的记载确实只有那一页，但是被人刻意撕掉的这几页记载的又是什么呢？会不会是亡灵诅咒的解法？这本笔记本就送给你吧，虽然可能对你们的帮助并不大。谁说没有帮助？谢谢你啊，莫克斯老师。不用谢，你觉得有帮助就好。虽然找不到关于亡灵诅咒的解法，但是这本笔记本里所记载的都是修仙界阵法
和魔法阵阵法结合衍生出来的阵法。就连之前将我们困住的那个迷雾阵，也是在这本笔记中有所记载。这本笔记本的主人，那个研究出亡灵诅咒的人，一定和修仙界有关。说不定解除亡灵诅咒的方法，也需要用到修仙界的方法。你们师生俩忙完了没？晚饭我已经做好了，出来吃饭吧。你费神做这些，会消耗你的力量的。我又不能出去，在家里不做点事情的话，会很无聊嘛。因为洛尼尔老师是亡灵，如果他出现在大众面前，一定会引起麻烦的，所以只能尽量待在家里。不过，洛尼尔老师似乎并不在意这一点呢。也许对他们来说，能够陪在对方身边，就已经足够幸福了吧。爸爸，去哪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去了莫克斯老师的家，所以才晚了。爸爸，你怎么突然来找我啦？累了出来散散步，顺便来看看你。爸爸还是一如既往的不会找借口呢。说什么？我在想，爸爸为什么会散步散到我的学校里来呀？这里也是我的母校，我来这里散步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啊？不相信吗？那你要不要看看学生时代的我？可以吗？当然。啊，这个时间，学生档案馆应该已经闭馆了才对啊。我提前吩咐了，不要闭馆。难道爸爸早就打算要带我来这里吗？啊，找到了，我入学那年的学生档案。这么高，我去找档案馆的管理员借把梯子吧。不用那么麻烦，我抱你起来，你伸手去拿。啊，可是我都这么大了，还让爸爸抱，好奇怪啊。你无论多大，都是我的孩子呀。5岁的时候能抱，9岁就不能了吗？当然不是。拿到了。我们去那边的沙发上坐着看吧。好。爸爸，这是小时候的你吗？和奥萨好像呀，好可爱。没什么好看的。别，我觉得很好看啊。让我再看看爸爸以前还有什么照片。爸爸，这个退学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时候发生了一场战争，我的父王亲自领兵，结果却在战场上遭遇暗算牺牲了。当时作为奥勒斯帝国唯一继承人的我，只能从皇家魔法学院退学，继承皇位。我接下了我父皇留下的烂摊子，忙于处理国事，再也没时间回皇家魔法学院继续学习，所以我只在皇家魔法学院上了3年的学。虽然爸爸现在说的轻描淡写，如果不是被迫成长，爸爸又怎么会失去那样朝气的笑容呢？爸爸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也许我可以试着依靠爸爸。爸爸，我有一样东西想给你。这是莫克斯老师给我的笔记，里面是有关亡灵诅咒阵法的一些记载。只要能找到这本笔记本的主人，或许就能找到解开亡灵诅咒的方法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派人去调查的。爸爸，作为奥萨的姐姐，为了她，我也要参与调查。不行。啊？你知道你的皇姐们平时都是怎么样的吗？她们热衷于挑选最新款的衣服首饰，每天都无忧无虑，只想着去哪里玩。我看在眼里，常常希望她们能够长进些。可是看到同样身为皇女的你，我反而觉得你能像她们那样就好了。爸爸的苦心我明白，他是希望我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。可是亡灵诅咒涉及到了修仙界的知识，如果我能加入调查，一定会事半功倍。但修仙的事又该怎么跟父王说呢？好了，别再讲这些事了。最近星雨节快到了，你就好好享受这次的星雨节庆典吧。星雨节？据说每隔10年，奥勒斯帝国的上空就会出现盛大的流星雨奇景。每到这时，
国都中都会举行盛大的庆典，就连外国的游客也会慕名而来观赏流星的奇景呢。有人说，在星雨节那天向流星许愿就一定会实现，也有人说，在星雨节那天和爱人告白，他们就会幸福一辈子。爸爸是因为担心我，才会提出让我参加星雨节庆典的。好啊，还真有些期待呢。这节课就到这里。另外，期中考结束了，学校决定给大家放假1周。太好了，终于不用上学，不用写作业了。假可以放，作业必须都给我做完，少交1样作业，罚抄50遍。是，尤其是你，艾尔莎。莫克斯老师怎么就不记得我好的地方，就光记仇呢？好了，下课，放假回来就该准备星雨节庆典了。耶，放假喽！哎呀，为什么星雨节庆典在放假之后啊？要是在放假期间多好啊！说起星雨节，就想起爸爸那天说的话。要是有办法能让爸爸答应我参加亡灵诅咒的调查就好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听说庆典上最受欢迎的摊位可以让国王陛下实现他们一个愿望。啊？我当然知道，这可是传统，只要愿望不过分，就一定能实现。所以说，我能做出最受欢迎的摊位，就能让爸爸实现我参加亡灵诅咒调查的愿望了。不过，摊位这么多，想做最受欢迎的那个可不简单呀。殿下，殿下，你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布莱尔，你怎么来了？殿下，我想邀请您星雨节那天和我一起参加庆典，不知道您愿不愿意？其实，我想去庆典摆摊。摆摊？为什么？听说最受欢迎的摊位可以让爸爸他实现一个愿望，所以啊，对了，说起来，你觉得什么样的摊位才是最受欢迎的呀？最受欢迎？这还用想吗？最受欢迎的摊位当然是得有好吃好喝的呀。要我说，最受欢迎的摊位当然要有表演才行啊。才不是呢，好吃的才行，得有表演。这怎么还吵起来了呢？殿下，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都陪你。好啊。殿下，都要放假了，你是不是打算回宫了？对啊，我差点忘了，里外还说过要亲我呢。终于可以接殿下回宫了。